这个诺富特哈，其实我想到了一件事情，那我就像我访问那个时候和平医院的急诊室主任张玉泰张主任，对。然后这一次呢，叶元之不是接获爆料，对呀，说诺富特里面根本没有做好清洁整理跟分流，你一开始就有问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对，就说。他其实叶元之这个爆料非常重要。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他一方面是说私下有去收这个不应该收的，就是在私底下又收很多那种简易隔离的客人，然后他并没有把它分很清，因为本来就是1馆跟2馆要分开。那他接到的那个是所谓的爆料，是这样说的。但另外还有就是在今天就是在昨天吧。又有一个新的爆料，就是说，居然会说那个垃圾跟那个在厨房的动线是没有分开的。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夸张，我自己会打上一个问号。我心想说，怎么可能？人家再怎么样也是一个请教官很有规模的饭店。我告诉你啊，不是不可能的问题。当年和平医院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造成群聚大爆发。我访问张玉泰医师，就是跟我讲这个，他跟我讲的那一段。我本来以为，应该20年后，好了，20年前有可能啦，20年后应该17年吧，现在是17年、18年了吧，哈。对啊，应该不可能再有这些医院、防疫旅馆，会发生这种事情。对，所以我简单讲，我看到这则新闻叶元之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如果叶元之的接获爆料是真的，我想陈时中是严重的失职。他根本没有把整个防疫的宣导跟状况做好。那你编了这么多的防疫预算，甚至于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些防疫旅馆到底是谁的，甚至于只有这一个防疫旅馆诺富特是这样在处理事情的吗？你知道这个有多严重？第一。这次的事情主要是说，他们有分区，但是没有分流。大家觉得有没有像部桃？部桃就是这样啊。有没有分红黄蓝区？红黄绿区？其实他们是有分，但是它可以是同一个电梯耶。第一个是流的问题，对，有分区，但是有没有分流？第一个是流，就是刚刚秦教官讲的电梯，你有没有把它分好？这个电梯这个动线一定走这条出来这条动线绝对不会完全搭盖在一起，有没有？还是你只靠中间防隔离衣来处理？第二，更恐怖的是什么？医生不够啊，所以我本来今天是做红区的，我下了班之后消毒，回家吃个饭，明天去绿区。绿区的呢，我可能下个班回去，明天是去黄区。对，这个不可以的。红区永远就是做红区的。黄区就是做黄区，顶多黄区可以跟绿区稍微帮忙一下，那个我没有。但是红区绝对不可以跟外面的有搭嘎。那时候部桃不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那个境外移入，结果其中的9、8几去照顾他，结果他出来之后呢，感染给他另外的医师，然后在护理师整个全部拖亏。对，不过就是这样，没有分流啊。这一次更恐怖的，也就是像叶元之接获的爆料，对，这些上去看起来。检疫课是在这里，机师在这里，然后有额外的旅客在这里，看起来分了区，可是服务客房的，跟客房收下来的这些床单、对，棉被，全部是丢在同一个地方，这个有多恐怖？你根本不晓得今天的检疫课他身上有没有带有病毒。是，今天如果他混到其中一格的时候，大家懒不懒没？这就是我今天要跟秦教官讲的，这个包商到底做什么？他是不是就是收这些衣服跟被单的？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做旅馆业，对，他要外包给外面清洁。秦教官有很多朋友是做观光旅馆业，你知道他们有一个旅馆养活多少人口？对，这些包商光包商分10几种啊。那他是不是专门在收这些棉被的？对啊。那就像叶元之接获的爆料一样，我今天检疫课的、机师的跟一般的全部放在那一起，那我包商的就到 B1 去取，对不对？那我就到现在来，我搬去掐定，那几单。对不起，我手上是不是就病毒了？对啊。我回去之后呢，再传染给其他的人，社区感染。它是一个可能的媒介。这就是黄立民说的嘛，他觉得已经在社区感染了。是。因为光看到这个包商，我刚刚一开头讲，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包商？我不是随便骂记者，因为这个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这些记者常常人生经验不足，你不晓得饭店的包商分这么多的工作啊。如果他是在收棉被的这些人，那怎么办？那如果没有做这些分棉被的分流，这多可怕的事！照理说，你检疫课的
被单应该是包在一个篮子里面，你知道吗？对你饭店朋友，你们是收的时候不是对在一个篮子里面？对啊，但那是外面合作的协力厂对，那商嘛。你这一包捆起来就只能修检疫课的，单车再走。那正常的是不是他又另外一车再走？结果如果如叶元之今天被爆料的，就对整个全部丢在楼下，然后大家一起收走，这个包商才要去调查。是啊，这才是关键。然后再来，为什么我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耽误秦昭光特别拿出来讲？当初张玉泰我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在跟我讲一件没有爆开的秘密。他说，也就是因为后来大家针对这个事情去改整个医院所有的什么，对不起，大家吃饭吃饱了吗？粪管。哦，那个时候太恐怖了，也就是所有的医院收下来的这些床单、棉被丢在 B1。大家如果去过医院的 B1，常常都是暗暗的，在停车场的旁边有没有一块一车放在那边，然后旁边就是粪管。没有把这些该有的地方把它分开，结果大家还记得吗 ？SARS 跟那个新冠肺炎，它的病情常常都一样，腹泻。对，有没有？所以它在我们的消化道里面有没有病毒存在？有。所以粪管流出来的东西在水塔下面，然后流到地面上，渗上来之后呢，这些棉被丢在那上头。是啊。你以为反正我拿回去再消毒就杀菌就没事了 ？No，接的人啊。他就是在那个第一时间已经被污染了，就是那个你还记得清洁工洗衣服那个妇人有没有？就是他去收完之后，他想说没事了，对不对？他上去，全中，就散播开了，全中啊！这是20年前哎，这是17、18年前哎。我真的这样听起来，真的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几年后了，现在诺富特还这样子做啊？如果这样子是谁失职？是陈时中失职啊！17、18年前，我们用几条人命换来的，以后不管粪管、清洁、分区、分流，我们不是照这样做吗？结果现在在你的手上，竟然还有个布条，然后今天我们又发现诺富特也是。我跟你讲啦，对，但是你荒唐啊！但是杨志良就讲了说，我们现在这个是叫政策错误。可是陈时中就有讲啊，他说你可以评论，但你不能讲说这个叫做政策错误。我没有讲他政策错误啊，我讲他说20年前错的事，你现在怎么还在错？我看他被讲到说有问题的、做错的还有很多啦。你比方说讲疫苗，疫苗的施打顺序，我们这些也都知道嘛，有什么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第三优先嘛。但现在因为有这个事情，当然大家就讲说，早就有讲过啊，这个机师就是应该要摆在前面呐，为什么都没有优先施打呢？这个机师他们到国外去，国外其实也有疫情啊，所以其实也是危险呐，高危险嘛。然后呢，就说那所以呢？结果问题是，陈时中就说，他说这个其实这个施打的顺序啊，1个月前就已经是公布的，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你怎么不拿出来讲？为什么不拿出来讲？你在呛什么？要不然你在呛什么？是你要拿出来讨论的吧？是我们现在要拿出来骂你。反过来，请问一下，那时候如果柯文哲在2个多月前提出来，机师为什么不提早打？你觉得他们怎么攻击他？你最高会被抹黑哦。你柯文哲最厉害不然你来定规则。靠啊！现在嘞，对，就出征。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拿出来讲？陈时中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不是你，我跟你讲，就像杨志良嘛，那时候就是话讲的也很不少嘛，就是可能讲说可以怎么做，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不管你觉得怎么样，你就算不认同，也可以好好的讨论。像今天杨志良署长他就在讲，他就说，其实我认为呢，很多人对于你有不同的意见啊，不只是他嘛，包括黄立明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王任贤医师也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常常都会讲，要对着媒体说，我们不认同，所以应该怎么样？邱淑媞，对，现在有邱淑长，结果嘞，问题是他也不听啊。苏伟硕、苏医师，对啊，都不听啊，都常常会给他意见啊。而且我跟你讲，不听也就算了，没有定期什么找这些人出来谈谈、开个会，什么都没有。反正不甩你就是不甩你，而且重点是还会有什么？还会有1450来负责出征。对，最后如果犯了错，26例、30例，然后哪怕我不普筛，什么都没做没关系，就有1450出来，有帮忙的，开始大内宣。有，开始来围剿，围剿杨志良，围剿邱淑媞，围剿陈彦博，围剿苏伟硕，围剿周玉琴，围剿中天，围剿罗有志，就把这些人全部出征完之后呢，没有人敢骂陈时中了，对，然后陈时中骂陈时中的声音都被压了，所以呢，虽然有潜在病毒，光这一次我们验出来的阳性率，就是抗体阳性率，确实证明了，
彰化万人普筛的数字不但是对，而且恐怕还更高。对，也就是我们本来在社区里面就已经潜在曾经有过被感染的，只是没有抓出来。但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抓出来，只是我们要不要面对这个事实？但是你永远停留在1000，就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以8%跟这一次，为了要华航跟诺富特，不是也首次加入了阳性抗体的那个筛检，对不对？对。结果验出来的结果，甚至比彰化万人普筛还要高。那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来算，台湾真的是1000吗？不止吧？不是嘛？那你是为了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让它变成1000？是戴口罩吗？还是勤洗手？不是，那是我们的功劳。对呀，我刚才讲嘛，这也不是指挥中心，这是我们的功劳。你的功劳是什么？大内宣、大外宣。除了这个以外呢？没啦。没有啊。可是现在你不管布逃犯的错，敦睦舰队犯的错，甚至这一次诺富特跟华航犯的错，都是不可原谅的错。你今天如果陈时中换成在印度，换成在美国当佛奇，当卫生部长，我想你更左支右绌，手足无措，你天天在犯错。今天是因为你生长在台湾啊，对，不是我们因为你而防疫成功，我们是你自觉，是你因为我们，对，是大家的自觉。所以那个光环呢？光环到底应该是应该在结果你人民的利用这样的头上啊光环，，拼命的是做你的政治斗争跟清现在还算。活在那个光环下啊，结果因为那样的一个光环，反而变成什么样？反而变成是我们现在这个防疫怎么样？会不会就破功？因为所有的都是一切都是在什么政治算计嘛，那超越了防疫嘛，然后就变成是什么？专业没有办法去主导一切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一个破口了，不是吗？那今天你看哦，蔡英文总统到目前为止也只看到他发脸书，然后呢，再配上一个所谓的活动史这样的一个图，就这样子在脸书上面，然后提醒大家说，请台北、新北的朋友要仔细看看我 PO 的这个图哈，要减少这个去公共场合，要记得要戴口罩，然后呢，还特别 hashtag 团结落实防疫。是第一要务，大家互相支持打气哦。我们要守住我们台湾的疫情防线哦。请问一下，疫情请教官，我如果不晓得上面有写个蔡英文，我还以为这是救国团的文章啊，这是救国团在做小团康活动前的发文吗？不是，就跟一般我们随便路人甲PO 的东西，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同，就好像我鼓励玉琪可能生完病之后，我们互相支持、打气、加油。我们要加油，我们要团结，我们同舟共济，对，我们要守住健康，疫情赶快康复出院，好像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一样。拜托你一个大有为的总统，借由这么200多万人的脸书发这种文章啊，你会关心别的事情啊？这神经有毛病。对啊。你看，像我，谢谢大哥，终于攀到最后才攀。大家刚刚在一路我们画面的往上走，又发现他根本是救国团文章嘛。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蔡英文总统。最后攀上来以后，一看是蔡英文发的。你疯了！对这个请注意，没有，这有点像是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在分享什么，分享那个资讯公告，说看过来，就那个概念。跨归来，台北的朋友请注意。对啊，就是这样。然后指挥中心宣布喽，又多了4起 ，So what？对，就是这我们所能看到就这样。所以你讲，真正关键在什么？现在关键是第一，你不要再搞政治，好，赶快呢该做的就做，然后不要再是。隔壁棚有个美女啊，你分心了你看，有志。你小心下面人家留言有志必须死。教官还是我的最爱。现在在跟我们一起直播的时候就会这样说了。赶快回来你看，下礼拜就不用来了。